小米第三季度财报新鲜出炉，数据真的非常亮眼，收入超过1100亿，利润猛增80%，就连汽车业务都开始赚钱了。但奇怪的是，第二天股价不涨反跌，今天早上更是跌到了37块多。为什么业绩这么好，市场却不买账？在我看来，这背后有个很现实的逻辑。资本市场看的从来不是过去的成绩单，而是对你未来的预期。首先，我们仔细看它的财报，这数据简直亮瞎眼，营收冲上1131亿，涨了22%，利润更是猛增80%，干到113亿，创了历史记录。最牛的是汽车业务交付量突破10万台，收入快300亿了，甚至一个季度就赚了7个亿的利润。这要是放在往常，股价不价得后方了起飞啊！可结果呢？财报一出，股价反而跌了近5%。为啥？因为这份闪闪发光的成绩单其实是一张过去式的巅峰体验卡，它过期了。咱们得看清楚时间节点，这份财报统计的是到9月30号为止的业绩。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儿，最近把小米推上风口浪浪的那些事儿，什么安全事故、舆论危机，基本都集中在10月份之后才爆发。也就是说，财报里这份完美的成绩根本还没经历这场信任风暴的考验。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一场考试，你拿到是上半场的满分试卷，但下半场你因为闹肚子可能考砸了老师。现在担心的是你下半场会交白卷。资本市场玩的就是预期，是未来投资者们，尤其是那些大机构，他们更关心的是你明年还能不能赚这么多，而不是你上个季度赚了多少钱。现在市场在担心什么？我给大家捋一捋。第一，就是信任危机会不会反噬销量。10月份那几起安全事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种负面舆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大家买手机、买车，尤其是花1-20万买车，信任是基础，一旦品牌形象打了折扣，很多潜在买家可能就会转向竞争对手下一季度的汽车。手机销售数据很可能就会反映出这种压力。第二，小米面临的实际挑战一点没少，供应链成本在涨，比如存储芯片更贵了，会挤压手机业务的利润。你街舞的利润看的活，这季度手机业务的毛利率已经降到 11.1% 了。造车这边也挺难，有机构报告说产能爬坡，可能没预想中快2期工厂的建设也延迟了。这些自我哼都让市场对它的后续增长动力打问号。甚至有个特别值得玩味的信号，在财报发布前，一些对冲基金大幅增加了对小米的空头仓位，也就是赌它股价会跌。这说明专业的投资机构里有不少人提前就不看好高盛，也提到市场觉得小米短期缺乏利好消息，所以即使数据超预期也挡不住大家用爱贺缴投票提前卖出避险。而且这份过于完美的财报反而加深了一些长期的疑虑。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业务，现在整个行业除了特斯拉和比亚迪几家新造车势力都在亏钱搏杀小米汽车，这么快就盈利了。虽然证明了成本控制厉害，但也不禁让人想问，这个盈利是不是在研发或者安全性上省了钱？换来的这种质疑很要命，尤其是在出了安全事故的节骨眼上会被无限放大。所以朋友们，小米这次的财报就像一个高光时刻的定格照，它记录了过去3个月的辉煌，但资本市场这部电影播放的却是对未来的预告片。预告片里充满了不确定性，质疑和挑战股价的下跌，就是观众用钱包投出的票表达了对下一季剧情的不安。这对我们普通人也很有启发。判断一家公司不能只看它过去有多牛，更要看它未来能不能持续的牛。小米现在真正要打的仗是如何扑灭舆论的火焰，用实实在在的产品安全和后续表现来扭转市场的预期。这场信任保卫战的结果才会真正决定它下一个季度的财报是继续辉煌，或累脱是成为这颗过去式巅峰之后下滑的开始。而且我们再往深一层看，你会发现小米正走在一条非常危险的钢丝上。雷总过去一直强调他们硬件利润不超过 5%， 塑造了一个克制诚恳的形象。现在突然汽车业务赚大钱了，过去的那个苦情叙事就跟现在的富豪现实
产生了巨大的撕裂感。大家会觉得，哦，原来你所谓的厚道这么赚钱啊，那你的产品我还敢不敢信任？所以形成了一个特别荒诞的结果，财报越好，赚得越多，公众的质疑反而越强烈，品牌信任感不升，反降，这就成了死循环的第一。扣你越努力证明自己，商业上成功，就越有人觉得你人设崩塌。好，那我们看第二环，这个环更绝，叫做不赚钱，那更不行。这就是雷总和小米管理团队最无奈的地方，他们面对这些质疑有退路吗？根本没有。因为小米是一家上市公司，它的首要任务是给股东创造价值，股价必须得稳住。雷总作为 CEO， 他的 KPI 就是交出漂亮的业绩报表，他不可能跑去跟董事会和投资者说，这季度我们少赚点，缓一缓，先把口碑挽回来。是爆昏的，资本市场能直接让它好看了，股价会跌得更惨。所以他不仅得赚钱，还得拼了命的越赚越多财报，必须一期比一期亮眼，这是上市公司的阳谋。没傲好护得选的硬道理，于是这个死亡循环就完美闭合了。为了对股东负责，你必须赚很多钱，交出完美财报，但你赚的钱越多，公众舆论场对你厚道，人设的怀疑就越深，可能影响未来的销售。而为了挽回公众信任，你可能需要投入更多成本，比如加强品控、增加研发、提升服务，这又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利润，从而无法向资本市场交代。这不就是典型的左右不是人吗？赚钱被骂，不赚钱更惨。这就是小米现在最尴尬的处境。这个困境说明，当一家公司从原来的挑战者身份成功跨界到一个像汽车这样高关注度、高风险的领域，并成为这个领域的优等生时，过去那套成功的叙事逻辑和公众对它的期待已经跟不上它现实的发展步伐了。所以小米现在真正的挑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造好车、卖手机了，要再加上一条如何向公众讲好一个新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要向所有人证明，我小米既可以是一家利润丰厚的成功的上市公司，同时我依然能做出厚道、良心、安全可靠的产品。我要让你们相信我的利润来自于极高的效率和创新，而不是对品质或用户利益的妥协。这件事的难度比从零造一辆车可能还要大，因为它要修复的是信任，要改变的是根深蒂固的认知。所以我们现在看小米，不能光看它这一份财报的数字多漂亮，更要看它接下来怎么行动，怎么沟通，怎么去解开这个自己亲手打造的死亡循环。这才是观察小米未来走势最关键的地方。而小米接下来会怎么走离不自开，易斗性心等剁手雷总。当我们站在雷总的位置上，你会发现他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而且完全没有退路。我把这个局面叫做雷总的阳谋。么是阳谋，就是明知道前面有坑，你也必须睁着眼睛跳下去，因为规则决定了你没得选。我们先看雷总必须跳的第一个坑，对股东的责任。他是小米这家万亿市住货直公司的 CEO， 他的首要任务，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任务，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稳住股价。所以交出一份炸裂财报不是他的选择题，而是他的必答。握沁了，所以追求漂亮的财务数据是雷总必须持续玩的阳谋。他没资格喊停，但真正的麻烦来了，这份对股东负责的阳谋正好撞上了小米的品牌信任危机。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是我蹭的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在之前那个挖孔机盖的纠纷里，小米的法务居然说雷总不懂结构。这个说法跟雷总自己长期以来造浪的产品细节控、技术发烧友的人设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大家喜欢的雷总是那个能蹲在生产线旁边看螺丝，对产品参数如数家珍的工程师。low 给了形象现在一出事，官方说法变成老板不懂，这让人感觉是不是在推卸责任。这种前后的不一致严重伤害了大家对他厚道真诚的信任感斗乎。所以雷总现在最难的不是怎么继续赚钱，而是怎么重新讲故事。
小米过去的故事特别成功，叫做挑战者叙事，我们是来打破行业暴力的，来和用户交朋友的。但现在呢，小米已经是横跨手机、汽车、智能家居的科技巨头了，所以雷总必须完成100个极其艰难的叙事转换，从一个挑战者转变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行业领导者。这个新故事的核心思想必须是我小米强大起来之后，不仅能赚红使钱，而且能更好地承担责任。我的盈利是基于更强的技术创新和更高的效率，而不是牺牲你们的利益。那具体该怎么讲这个新故事呢？我个人觉得有几个方向可以尝试。第一，别再只讲雷总个人多，拼了要多讲小米这个系统有多可靠，比如多展示一下小米的供应链是怎么确保全球品质一致。第二，从孤军奋战的故事变成共同致富的故事，别总说小米多难，可以说说小米带动了多少供应链企业一起发展和开发者一起创造了多少就业和机会，把公司成功融入到更大的社会价值里。